2025年到目前为止，整个 Web 3.0或者说区块链市场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以天才法案为核心的稳定币相关法案的出台。这件事情将改写整个区块链的历史。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对未来的判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稳定币合法合规了，也就是整个以稳定币为入口的区块链市场被政府收编了，所以将来整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发展的势头将会受到遏制。另一种观点就认为这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它将区块链引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家中。那么这两种观点到底哪一种是更符合时代潮流呢？今天我想做一个视频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稳定币法案这么重要。其实我们要谈稳定币法案出台以后，整个区块链市场的走向会如何。第三，这些对整个加密资产的价格会有什么影响。下面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我们说，以天才法案为核心的稳定币相关的法案为什么很重要？稳定币法案它的核心思想主要的就是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确保稳定币是以法币或者法币资产，最典型的就是国债为底层资产。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像 USDT、USDC， 它们都是以美元或者是美国国债为底层资产抵押而发行的，所以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必须纳入到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当中。第三，它将在合规稳定币的运行当中嵌入我们传统的金融管理手段，例如像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这里面就涉及到，譬如说对客户身份的认证 KYC、Know Your Customer， 我们去银行开户，每一家银行都会做的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么几个特点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稳定币法案它确实是会改写我们整个区块链发展的历史。因为以往我们讲区块链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四个字，叫去中心化，叫 decentralization。 那么现在如果以稳定币法案的原则来运行整个区块链的话，那毫无疑问看起来似乎就把加密货币给收编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的观点是，加密货币无法被收编，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现在稳定币法案出台以后，它会对加密货币市场产生的冲击。那么将来符合稳定币法案的合法合规的稳定币，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运行的一些加密的资产，与以往去中心化为核心特征的加密资产，将是一种并存的双轨的状态。这是我对未来区块链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整体上讲，将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合规者有合规者的路线，去中心化有去中心化的路线，两条路线将会并存。那么为什么我得出这样结论？底层逻辑是什么？大概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它。首先第一，我们要深刻理解去中心化与政府中心权力的博弈。这个观点是我在2018年那个视频里面就已经讲清楚了的。区块链它产生就是一对现有中心权力的这种反动，所以它核心词汇就是去中心化，这就是区块链的生存之道，是它生存的基础。而政府天然是个强中心，所以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与政府的强中心之间天然的就是一对矛盾，它就会存在博弈。那么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区块链既然它可以破茧而出，也就意味着政府想完全管制它、打压它，它是做不到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全球现在有一部分国家对区块链是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度，但是我们实际都知道，监管部门也都清楚，在监管的底下其实是暗流涌动，你几乎是没办法扼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要理解是在民主化的国家，去中心化的主张它是天然具有合法的生存空间。为什么？这跟权力的来源的合法性有关。因为你的权利是来自于选票，
权利是来自于选民。作为中心化的权利持有者，选民喜欢的东西，你必须无条件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讲，去中心化天然就具有它的生存的合法的土壤和根基。第三，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类比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货币电子化之前，市场上是流行大量的现金的。现金的特点，它就是匿名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它跟区块链去中心化所产生的匿名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加密世界在没有 KYC 条件下的加密资产类比成传统社会的现金。我们也就是说，以前有大量的现金，现金是匿名的，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后来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现金慢慢消失了，个人在很多时候变得完全是透明的，完全没有个人隐私。现在通过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这种隐私保护又回来了，所以它是体现了一种否定的哲学观，所以它是完全合理的，是符合哲学逻辑的。所以从这三个逻辑上讲，我们就知道未来的世界它一定是合法合规的稳定币和加密货币的世界与去中心化的加密世界它是并存的。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更强的逻辑主张，就是稳定币法案不仅不是对加密货币的收编，而且它会大大的促进加密市场的发展，促使加密货币市场进入到长的大繁荣周期。什么原因呢？这个背后大概是有两条管道可以支撑我这观点。第一条管道就是合法合规稳定币的出台会吸引大量的增量资金进入。我们知道以往很多人对区块链对加密货币是持有严重的怀疑态度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实际价值，它就是庞氏骗局。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它成长的初期，绝大多数人对它理解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很难正确的去理解它、驾驭它。但是通过立法加持以后，加密货币世界就会吸引大量的传统资金进入，这里面包括普通的家庭、个体，还有华尔街的一些传统资金，还有像 ETF 这样的投资主体，甚至包括一些保守的金融机构，像银行、券商这些，他们都会进来。这种趋势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譬如美国很多上市公司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囤币大王，所以传统资金进入加持了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产生大量的增量资金，而增量资金一定会促使这个市场价格的上升，价格的上升会刺激技术创新，从而使得区块链市场 Web 3.0 整个产业加速发展。但是同时又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合法合规稳定币将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金融监管，所以一些去中心化的加密市场的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主张严格的去中心化的。那么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回流到一些真正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加密资产上，从而使得这些去中心化的加密资产反而受到更大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大量的对去中心化资产的需求，因而也刺激价格的增长。所以结论就是，稳定币法案是区块链进入千家万户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区块链大周期的开始。它不仅不是对区块链的收编，相反，它会进一步刺激区块链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甚至有可能使区块链市场进入到历史性的大繁荣周期。如果各位观众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呢，这也许对你的资产配置就会有重要的启发。希望听到更多新锐的金融视频，请关注我的视频号，并欢迎大家点赞和转发，谢谢。